相不相信灾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来，这句话不容易哦。在你离婚之后，在你破产之后，在你得到癌症的时候，在你发现你的家人出意外的时候，在你发现所有的倒霉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相不相信里面有宇宙的恩宠？如果各位你现在跟我说徐师这是宇宙的恩宠啊，我同时会觉得是啦，同时会心中会说干，多希望把这个恩宠送给你啊！没有啦，这开玩笑的。好，这种太毒辣了啊！各位，你怎么去看到这背后的恩宠？好，尤其当事情还没有走到最后，你怎么去看到这是宇宙的恩宠？恩宠在哪里？它恩宠在哪里？各位，这就是点哦，这就是点哦。有时候在过程当中，你不会立刻看到，你懂我意思吗？你不会立刻看到，谁会立刻在失恋、离婚的时候立刻看到恩宠？不会的。所以有时候赛斯心法是要很多年之后再回头看。好，就像有时候我太太跟我说，啊，如果我们今天已经7老80了，我们再回头看这件事，也许我们会觉得，人生因为有这些东西，所以好精彩。有没有发现？那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没有白过这个人生，原来你曾经奋力一搏。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原来你曾经是这么的，在这个困境当中，如何找到无法之法，无路之路。好，我们再回到赛斯心法。如果宇宙给你这个挑战，就表示他要锻炼你更大的能力。各位，这是一句话，但是它有没有变成信念？听懂了吗？所以你们在赛斯心法的学习里面，你们有没有从一句话变成信念？因为当变成信念，它就变力量。如果宇宙给你一个挑战，就表示他想锻炼你的能力。如果宇宙给你一个难题，就表示他相信你可以找到解题之道。如果宇宙帮你关一扇门，他一定会开另一扇窗。你信不信？尤其在事情还没有解决、没有转机之前，你信不信？来，我为什么要大家拼命转传这件事？也很简单，徐师也希望透过这个事件，拉高基金会的知名度，拉高赛斯心法的知名度。因为你只要上去 Google 徐师跟赛斯心法分不开，有没有发现？没错吧？哈，对，是啊。好，先讲个笑话。我丈母娘很想帮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帮我们，最后只想到这个安慰语。好，那时候能够上 Light Day 的头条，上雅虎的头条，那天冲到头条嘛。好，大家有看到新闻哈。然后5家电视台同时报道，他说这个广告费也回本不少了啦。这广告费也回本不少哈，因为今天我们家那个水管塞住，来一个水电工，那水电工就遇到我丈母娘，我没遇到啊，就跟我丈母娘说，哎呀，听说你们家那个女婿就是被诈骗的那个哦。我靠，修水电的水电工都知道。各位，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兰亭主任，你还在那边笑？你的主治医师来讲一下你的主治医师，来那个麦克风，来。我的主治医师那一天我去就是跟他门诊，他说：“你的老板就是许天胜医师，对不对？就是那个就是被骗4000万那个。”我说：“哦，对对对。”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啊！没事，千万不要出门，连你的主治医师都这样说了。你要求各位，徐师为了赛斯心法牺牲多大？基金会把钱还给我没有啦？对啦，徐师只会捐钱给基金会。然后各位，
好，我再回到这个信念。灾难是化了妆的祝福，或像基督徒永远必须奉为圭臬的，上帝帮你关一扇门，一定会开另一扇窗，或是像赛斯心法说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这件事情，我要把它视为一个灾难，还是宇宙依然在恩宠着我？徐师一样是受到宇宙所祝福的，宇宙所保佑的，宇宙所护持，宇宙还是给我源源不绝的爱。各位，这样理解我的意思？是啊，我希望这个东西是在座每一个人，不只是我，因为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你们也会被倒会，你们也会被诈骗，你们也会在生活当中遇到种种的被欺骗的事情。好，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唤起了太多人的共同感受了。好，其实最深的感受是，徐师想发起一场心灵革命，而自我不再成为外在事件、外在实相的受害者，而每个人真正的成为创造者。所以徐师想发起的是一场心灵革命。甚至有一天，我想带领各位向全世界的人类展现心灵的力量。力量不在我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不好？来鼓掌一下。力量不在徐医师身上，徐医师也从来不鼓励各位把力量投射给我，没错吧？对，我从来不鼓励，所以我还在澄清一下。很多人会说啊，你们这些徐医师又在鼓动信众了。我说啊，这些信众，你们是信众吗？这些信众有够机车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都很难搞啊。我们这里没有信众，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独立思考的灵魂，没错吧？是啊，那为什么每次都徐医师在讲？因为赛斯心法太深奥了，我不讲解各位无法理解，所以变成很多时候都是我在上读书会给大家听。好，赛斯家族都是独立的灵魂，都有独立的思考，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信众，各位了解吗？就连我都不是赛斯的信众啊，我只是爱他爱的要死而已啊。好，我不是赛斯的信众，各位了解吗？我只是爱赛斯思想爱的要死而已。那我为什么爱他爱的要死呢？因为他打中我的内心，他能够帮助我开悟解脱，他能够给我智慧跟力量，一起带领众生开悟解脱，就这么简单而已。那什么叫开悟解脱？打开心灵的自己。好，所以我们今天打开心灵的自己有两个，一个是受到恩宠的自己，一个是活在喜悦中的自己。来跟我讲一遍，受到恩宠的自己，受到恩宠的自己，活在喜悦中的自己，活在喜悦中的自己。我们今天要打开这两个自己，这两个自己都是心灵的属性。恩宠，好，比如说徐医师如果要讲这个恩宠，我刚刚讲，我可以透过这个事件跟大家连接在一起，我觉得好恩宠。我可以在这个事件里面带领基金会更上一个层次。我可以在明天从这天堂结束之后，带着赛斯观光团散步到那个臭家伙的门前抗议，然后在警方举牌3次之前离开。好，各位，我们11月还有一次正式游行，那个就是正式申请的，好，那个没有举牌的，好不好？好，所以我呼吁大家11月推着你们家的老人家的轮椅，因为我会推我妈妈的轮椅，我会推我妈妈的轮椅，对，好，推着你们家老人家的轮椅，好，带着你们家的 baby， 好，那下礼拜11月我不知道天气怎么样，因为天气会比较凉了哈。那明天天气会怎么样？明天，好，明天如果要带个雨伞，好，如果大家去要带个雨伞，怕大家晒太阳，好，因为我刚来，好，天气好热，一下子好闷热，好，所以明天是快闪活动，没有申请的，
好，没有申请的，11月就会正式申请。好，那我们今年赛斯村的这个荣誉村民会如期举办，好，2天在赛斯村，还是1天我也不知道。12、13，好，徐师带的工作坊，荣誉村民，好像是支持我们赛斯村的活动，我们会如期在赛斯村举办。但是我们今年的赛事大会就不举办了，今年的赛事大会就改成在台北游行。好，目前暂定是从总统府游行到中正纪念堂，那我们会提出正式申请。好，那我们的基本咖大概应该至少1000名，好，因为每年赛事大会大概就1000名，但是我希望各位，好，惜老扶幼出来，好，因为你们站出来越多人，我们就可以让社会看到我们的力量，好不好？好，徐医师，我再强调一遍，我没有任何个人政治意图，我不会出来选立法委员，我不会出来选新北市市长，听懂了吗？因为林爸没有兴趣，听懂了没有？林爸啊，还不知道，因为要1个月前才能申请，现在还不能申请。好，我希望，因为应该是在礼拜天下午，11月的礼拜天下午，好，暂定。好，我没有在为我的政治铺路，徐医师对政治没兴趣。好，虽然我有很高的政治人物的魅力，有吧？有。我实在不当政治人物太可惜了。好，我如果要真的骗死群众哦，那实在也是太容易了。可惜的，可惜这个人才哈。好，所以我刚讲哈，徐医师对从政没兴趣，啊，没兴趣。对不起，请我当总统，我也不干，明白吗？好，总统谁都可以当，我的位置跟角色，没有人可以取代，懂了吗？没有人可以在我的位置推广赛事心法，很简单，我是无可取代的。总统有适合当总统的人，也许我也很适合，但是我不愿意，明白了吗？那个位置能当的人很多，我这个位置没有人可以取代我，来，没错吧？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好，所以许医师对当立法委员没兴趣，当市长没兴趣，当总统没兴趣。我只想带领大家往心灵的方向学习成长，开悟解脱。可是这不代表我们是一群应该被欺负的人，明白了吗？所以我预计11月上街头，同学们愿不愿意？愿意。对，我继续讲，带着 love and peace， 好不好 ？love and peace， 好，我会推着我妈妈的轮椅，好，那我就跟我妈妈说，我们要去散步就好了。也就不要说亏了几千万的事了。昨天我太太在说，妈妈会不会知道了？会不会知道了？啊，昨天晚上我去看她，她真的还不知道。好，因为也没有人会告诉她啦，大家没那么坏心啦。好，但是就我所知道，我妈妈现在知道，她也不会太有感觉，因为她现在比较专注力在自己的健康跟自己要活多久的问题。好，她也没心情管我这多少钱的事了。OK， 好，所以刚讲。各位，如果我说恩宠的自己，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当年你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你的吃喝拉撒睡，你的吃就是从脐带嘛 ，umbilicus 脐带嘛，那你的拉嘞，小便就直接拉在羊水里面呢。然后羊水你再把它吞下去啊，对啊，然后羊水太多，就可能婴儿有食道闭锁，有没有？对，好，所以羊水太多要检查婴儿的这个胎儿的食道。好，所以在胎儿状态里面，你的食物就是从妈妈的脐带，你的小便就直接小便在羊水。好，然后你嘴巴张开会吞咽羊水，你的食衣住行吃喝拉撒睡都不用愁，而你就在这样的一个被保护环境之下逐渐长大。来，各位，如果我要比喻，这也是一种什么？
恩宠的状态。好，或是在你儿童期之前，好，当然我们不要举那个极端的例子哈，那个星星知我心那种啊，这个6、7个兄弟姐妹，每个人分送到一个不同的家庭，啊，我们不要举这个极端的例子。在儿童期的时候，一般而言，你也过得还算无忧无虑。好，除了刚讲少数的例外，被儿童虐待啦，好，或是被妈妈的什么吸毒男友，儿虐啦，各位不管这些极端的例子，好，咱们在儿童时期基本上是无忧无虑的，只负责玩。好，那后来进入学龄期了，功课搞定就好了。说实话，把功课负责好。好，直到慢慢长大之后，我们开始面对这个社会，面对人生，才开始被迫要激发灵魂的潜力。好，所以我要各位去回想，从小到大，你有多少个时刻，你觉得自己是在恩宠或幸福的状态？因为恩宠跟幸福是有关的，因为恩宠多了一点灵性的味道。好，恩宠跟幸福，来回想这一生当中，有多少个片刻，你感觉到自己是在一种恩宠跟幸福当中？好，比如说我们举兰亭当例子，虽然他让徐师有点失望，因为那时候在 interview 他当主任的时候，徐师有问他，那你多久之后要生小孩？他跟我说大概3、4年后吧。我讲完这句话不久之后就怀孕了。我的香蕉你个巴拉，都是这样耍老板的。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interview 的时候我还问他，哎呀，刚结婚有没有让人生小孩？他说有啦，可能3、4年之后的计划，就不久之后就怀孕了。但这也是一种恩宠啊，对不对？刚结完婚，大家记得吧？他也，这个父母也帮忙出了个头期款，也买了房子，而且就买在父母的楼上，就反正买在父母的楼上。各位回娘家就走个楼梯就到了，有够过分的。然后对于那种回娘家每年要去高速公路塞车的那种人，对不对？走个楼梯就到了。房子买了，婚结了，立马又怀孕了，又升主任，我靠，也算是恩宠吧。来给他鼓掌一下。是啊，某部分，你也可以说他幸福，有着属于自己的房子，属于自己的婚姻，有着属于自己的工作，对，还住在父母附近。好，至少如果被家暴的时候，还可以到楼下敲门救命，救人哦！我被家暴了，对不对对，好了，没有被家暴了我们赛斯家族不家暴别人就算了，是不能被家暴，所以这次我更生气。身为赛斯家族的领导人，不欺负人就算了，还被人家欺负。所以我实在不是在乎这笔钱我是在乎这一口气，好不好？我们赛斯家族的标语就是不欺负别人已经阿弥陀佛了，我还被人家欺负，那这实在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孰不能忍，婶婶也不想忍，好不好？好，来，恩宠的状态，幸福的状态，回想从小到大，你有多少次感觉到你得到恩宠跟幸福？在你人生遭遇的每件事。好，比如说我回想起当年我跟大家讲过，许是因为第一年联考考得不好嘛，所以后来我重考。然后我的那一次感情的失败有没有？那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生命真的遇到很大的挫折，很大的挫折。可是后来我也告诉各位，因为那么大的挫折，后来我遇见了赛斯。因为那个挫折，我遇见了赛斯。在当时你会觉得很苦很苦，学业没了，眼看着一个高材生，笃定上医学系的高材生，因为沉沦在一段纠结的情感当中，一蹶不振，眼看着
前途就没了。就竟然峰回路转，进入的赛斯，而因为进入的赛斯，说实话改变我的一生。而说实话，因为许医师的一生被改变的，的确这么多年来，我也听到过很多同学因为赛斯心法，因为我们的基金会，因为许医师而改变一生，对不对？对，对，各位，好，所以这件事我看到恩宠。可是当年是很苦的，当年是很苦的，当年是很痛苦的，当年是很彷徨的。那接触赛斯的时候更彷徨，因为你要知道赛斯这个东西，哎呀，这个是怎么跟医学界解释嘛？好，所以每天在医学院里面有没有念着医学系的课程，身在曹营心在汉。好，看着医学的书籍，想着赛斯的心法，矛盾冲突啊。苦啊，害怕啊，医学界会怎么看我？会不会被逐出武林？各位了解吗？所以许医师每一步都是在恐惧中走过的，恐惧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在想：我会被主流接受吗？我会被主流思想驱逐？我会不会被医学界逐出去？因为你所修炼的，好是邪教的才是心法。各位。好，所以当年我在大学时代，好，在大一、大二、大三，大家知道医学系要念7年嘛，念到大7，走过这些历程，我有多害怕？我有多害怕？因为你深深知道你所学的跟现在医学的主流是相反的。医学主流强调医学的药物跟科技，赛斯心法强调身体伟大的自我疗愈力。赛斯心法强调信念创造实相，赛斯心法强调所有的疾病来自心灵跟心理能量的扭曲，各位了解吗？而我所学的医学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你们就知道许是走过多远的路。好，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好回顾起来，好，我们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好，包括这一次的买房子的事件，它是从10年前开始的。我是在民国100年6月2号买这个房子，走了好远好远的路。是啊，好，那时候我也举我太太当例子。好，其实我太太认识我的时候，她是因为她爸爸得肺腺癌，她爸爸得肺腺癌。好，那时候她在纽约念书，她是在纽约的书局看到我的书。好，许氏的第一本书《绝处逢生》卖到纽约去了，卖到纽约去了。好，所以我太太那时候在纽约念大学，大3还大4吧。她爸爸得肺腺癌，第3期，她希望找一个身心灵的医生，最后她在纽约的书局看到了许医师的《绝处逢生》。回到台湾，他就带着他爸爸来找我。后来他变成在我任职的医院，好，新北市联合医院。那时候我在新北市联合医院当精神科主任，他到那边当心理实习生。后来他爸爸往生的，好，可是后来他就跟我在一起了。各位，所以一个对他来讲，生命中最悲惨的，因为他爸最爱他，最疼他。好，失去他爸爸，其实对他来讲，其实几乎就失去了全世界。可是谁知道他爸爸在往生前，竟然还留了这个后手。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哈？他最爱他爸爸。好，他跟他妈比较不合，因为他妈比较爱他弟弟，就是父母一人爱一个。好，可是比较爱他的竟然先死掉，哇，这很遗憾的一件事。好，那是笑话。好，他爸就死掉了，就死掉了。可是就在他生命中，他失落最多的时候，宇宙竟然安排透过他爸爸的病，好，所以其实他爸爸是我们的媒人，他爸爸是我们的媒人。是啊，好，所以我那时候记得他爸爸往生的时候，他爸爸往生前还捐了
888888给基金会，象征一路发的意思。后来他爸爸往生的时候，所有的白包全部捐给基金会，全部捐给基金会。是啊，好，就结下这个缘分。所以当他失落的他生命中最亲爱的爸爸，好，许医师就出现了，成为他的先生。来，各位，这是不是恩宠？所以你们去回想你们生命中，比如说那个属什么？就你啊？对，你叫什么名字？慈慧啦，慈慧，我想念成淑慧。慈慧，好，也是在他生命中最落寞的时候，债务，好，然后女儿跟一个他不喜欢的女婿在一起，然后他也离了婚。看起来都是在生命中最失落的时候接触到赛斯心法，接触到许医师。所以许医师要用这些例子来告诉各位，有时候你必须回头看，你才知道什么叫恩宠。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事件暴风雨当中，房子不见得钱回来没有一毛，我看不到恩宠，了解吗？可是我有没有时常回到那个恩宠的状态？就像我刚讲，回到我所有过去的一切。在我高中要上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我是一无所有的。我刚讲，课业没有了，感情也没有，我从小到大的努力几乎要付诸流水，我几乎就要毁掉了。可是宇宙的慈悲却让我走进赛斯这条路，虽然尝尽千辛万苦，尝尽了所有的跟人家的不一样，可是我却今天带领着各位走这条路。是啊，所以如果回顾这些所有的过去，各位，许医师要你们去感受到宇宙的慈悲跟恩宠。也许你们过去也曾经遭遇过很多生命的偶然意外、无常，也许你们现在还在经历这些东西。各位，恩宠，恩宠，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你感受到了吗？如果我用今天的我回到我当年考大学那个自己，当年的那个我几乎都要一无所有的状态之下，我能走到今天，我凭什么今天这个难关我走不过？听懂了吗？这4、5千万算什么？我没有这4、5千万，我没饭吃吗？各位听懂了没有？如果当年我都走得过来，为什么今天我走不过来？如果当年有一份宇宙的爱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今天会没有？当年我是更没有机会的，太多的因缘巧合，太多的不可思议，甚至太多的头脑无法计算的奇迹发生了。只因为那个女孩，好，那时候我的那个女朋友的一个室友，跑来找我，跟我说：“许天胜，你知道吗？因为他偷看到她的身份证，这个女孩连名字都是假的，出生年月日也都是假的。你知道他骗你这么多吗？”各位，他跑来跟我说，我才恍然大悟。我才恍然大悟。所以这里面如果没有宇宙的恩宠、宇宙的智慧，如果没有所谓内我的对我们的一个慈悲，它怎么可能会发生？各位明白了吗？它怎么可能会发生？所以我太太一直告诉我，这件事不要急，因为许医师个性有时候很急。好，我都是立刻要风要雨要风要雨的，对，许医师个性很急。对，他说让上帝工作吧，让上帝工作吧。来，大哥跟我念一遍，让上帝工作吧。让上帝工作吧。意思是说，让慈悲的上帝来助你一臂之力吧。让上帝工作吧。好，换成白话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听懂了没有？
让子弹飞一会儿，让上帝工作吧。如果当年我能走过这样的困苦的生命，而且当年我在讲，在面对学习赛斯心法跟医学这么剧烈的冲突之下，我都能走过来，我还能拿到家医科专科医师，我还能拿到精神科专科医师，我还能成为新北市联合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我还能自己开业赛斯身心灵诊所，还做得相当成功。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恩宠？来，各位，对不对？就像我们基金会一样，从10几年前创立到现在，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稳，我们越走帮助越多人。到今天，我们有能力上街头，我们有能力发出每个平民百姓的怒吼。各位，凭什么你们不能走过你们生命的难关？听懂了吗？凭什么你们不能够度过生命的苦难？凭什么你们不能完成生命的挑战？凭什么？那有没有信心出来了？而在所有的这东西当中，你不要忘记，所有的能量都是喜悦的。好，就像我太太讲，对方遇到我也算他倒霉。好，那时候我太太跟我开玩笑啊，遇到一般受害者啊，你们这群蝼蚁就好好在那边被我害就好了，干嘛还要反咬我们一口？各位，他遇到我也算我倒霉啊。好，那时候我还想开玩笑，你不看看徐氏背后站的力量是谁吗？第一个，徐氏背后站的力量是所有的赛斯家族啊。各位，虽然你们跟我并不熟，你们也没有在私生活跟我有很多的交集，可是徐氏一直知道，你们在读赛斯书也好，读徐氏的书也好，你们在听有声书也好，做冥想也好，你们的心是跟我在一起的，对不对？对。虽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私交，徐氏也没有到你家喝过茶，我也没有招待你家。不过我那时候 FP 我想等这次结束之后，好，我还是会在山上买一个新家啦。好，坪数不会那么大，也不要那么贵，好，不要那么贵。然后我会招待各位来喝茶。好，招待的人只限于这次有帮助我的，有转PO的，有上街头的，其他没有，好不好？不要混进来。好，徐师恩怨分明，哈，恩怨分明。怕事的不敢转PO的，好，不要来。好 ，OK。所以，好，刚讲到哪里？让上帝工作吧。再往后，让上帝工作。哎呀，没有专心听。啊，所有能量都是喜悦的，对，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对，好，把它当一个游戏性的游戏，好，所以我刚讲，我在开玩笑，他们遇到我也算倒霉，站在徐氏后面的是你们所有人，是你们所有人，甚至我开个玩笑，如果徐氏后面站的是上帝，你怎么打得赢一个靠山是上帝的人？哎，懂我意思吗？如果许医师行的是天道，是宇宙的道，你怎么可能去打赢一个以天道为准的人？哎，听懂了没有？是啊。那所有这些过程，我会觉得很有趣，非常有趣。包括事情演变到现在，各位，好，我开个玩笑，突然一个同学提供给我，徐师，我给你那个王永在妹妹的电话好不好？我说好啊。好，她就是王文瑶的姑姑嘛。我说好啊。还有一个同学又给我讯息，徐师，我给你这些幕后金主的私人手机好不好？我说好啊。我给你那个范逸恒家的地址好不好？好啊。好，你最好再告诉我他内裤穿几号码，他在哪里买内裤，我就他内裤里面放100只跳蚤，然后就去咬死他。好了，开玩笑的啦。各位，有好多助缘出现，明白了吗？好多助缘出现，对。然后这些过程，各位，徐师都带着一个什么好玩喜悦的心，我就看看上帝要带我到哪里。所以这时候已经不是
钱回不回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件事情变得好玩，如何看到宇宙造物主的智慧跟奥妙，如何看到这件事情到底造物主要把我带领到什么方向。这就是学士一直在告诉大家的，跟随内心的冲动。什么冲动？爱的冲动，利他性的冲动，创造性行动的冲动。跟随内心的冲动，你会再找到心灵的地平线，然后跟随内心的冲动，你会跟心灵的恩宠的自己、喜悦的自己、充满创造力的自己连结，然后你会走开你的舒适圈，你会离开你的惯性。就像这次的事情，徐师做了太多我以前没做过、不会做的事，包含明天的快闪活动，包含徐师11月要带大家上街头。我这一辈子也从来没有上过街头，对不起，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上过街头，因为大家知道我对政治没兴趣，我对权力没有兴趣。对，我也在好奇这件事情要把我的生命带向什么方向。我没有太多的执着，我只想要看看命运对我有什么安排。各位听懂了吗？是啊，看看命运对我有什么安排，看看我们学的赛斯心法，是不是这件事情是赛斯在背后搞鬼的？真的我怀疑哦，我甚至怀疑当年我那个失恋，我觉得是赛斯搞鬼的，我觉得是赛斯搞鬼的。好，那如果是赛斯，也许那就是我的本体，也许也是各位的本体，了解我的意思哈？也许赛斯知道我一定要经过这个淬炼，我才会走上赛斯心法这条路，一切都在他的智慧安排当中。那你有没有看到宇宙的智慧对你的安排？那如果这件事情又是赛斯在搞鬼，我靠，想教你个巴拉，你这样整我干什么？好，如果又是赛斯在搞鬼，那赛斯要把我带向什么方向？各位，说实话，也许徐师只能放手让他带我走。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各位，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好，所以之前徐师脸书连遗言都交代好了。好，徐师没有小孩。好，如果徐师跟太太遭遇不测，好，关于我太太娘家的财产就还给她娘家。好，我一毛不拿。再来，好，我们徐家我爷爷留给我爸爸的土地，好，我就还给我2个姐姐。再来，所有许医师个人一切的财产全部捐给基金会。怎么没有鼓掌？许医师是个我说了就算了哦，我是一个我出江湖到现在没有说话不算话过，没有，以后也许会有，到现在还没有。好，他们都很知道许医师的个性，我说了就是了。好，开个玩笑，君无戏言，君无戏言。通常许医师开会，我说了就算了，我说了就算了，我从来不讲假的。今天我交代出去的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好，是啊，所有我个人的财产部分全部捐给基金会，会不少啊，这4000万要回来更多，要努力帮我要哦，好不好？对不对？基金会要多努力一点，那都是你们未来的钱。好的。是啊，对，这是实话了。好，因为不然我留给谁？我没有人可以留啊，我没有人可以留啊，啊，小鸟，对，小鸟会比我早死，好不好？对，小鸟，是啊，好，徐世连遗言都交代好了，为什么？因为当你心中没有恐惧，你就没有害怕，你就无所畏惧。好，徐师不是讲赛斯心法吗？从我来地球的第一天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地球啊，是吧？从我来到地球的第一天，
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要活着离开地球。是啊。好，回到喜悦，看到所有的创造过程当中带着喜悦的能量。当然有时候我们心情沉重忧郁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你突然又会觉得一切都充满希望。人生其实可以有所不同。好，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虽然像我刚刚讲，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转折，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哪些巧合也好，偶然也好，因为据说蔡英文总统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了，而且已经交办下来了。对啊，是啊，对，是啊。好，蔡英文总统已经注意到这件事了，因为很简单，你政府丢不丢脸啊？你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这种事，你政府还要不要脸啊？可是已经到了台湾人民忍受的底线了吧？没错吧？你政府不介入，你怎么得到民心呢？因为这对政府的形象太坏了，它表示政府无能嘛。你怎么让建商让这些狡猾的律师得逞呢？如果你今天政府这种事情你都可以不管，那政府要看他干什么？可以听懂了吗？所以现在这不是徐氏一个人的事啊，不是一个人的事啊。如果一个政府可以让他的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这个政府要干嘛？这法律要干嘛？各位听懂了吗？对啊，这对执政党的形象太坏了，太坏了。对，因为任何一个在台湾土地上的人民生命财产都应该得到保障，对不对？是啊。好，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恩宠的自己，喜悦的自己，各位把它唤醒，带着恩宠跟喜悦的觉受来看你的人生，好不好？好，然后一样我去看徐师的脸书，然后能够转 PO 的尽量帮我转 PO， 能够 PO 给总统的 IG、总统的 FB、行政院长、什么法务部，随便你们 PO。各位，你们做你们自己的，别人有没有做是他的事，不干你的事，好不好？好。然后明天要参加快闪的，跟我们快闪，11月我们合法申请上街头，好不好？好，谢谢大家。那等一下我们3点半有一个工作坊会让大家来发言因为我们的公开讲座比较不会让大家发言，那工作坊可以来每个人处理自己的私人的事情，大家来发言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10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你。